好，我周末就过去。宁天磊是很喜欢外甥的，外甥也喜欢他这个舅舅，只要他有空就会过去当个奶舅舅，帮大姐带娃。乐乐出生后，他这个当舅舅的带他多过战一晨这个当爸的。姐，那我先挂电话了。宁云初等弟弟主动挂电话，说清楚了。宁云初对丈夫说道：“不说清楚，天磊可能真会误会我。很正常，谁都会多想误会，所以啊，不管是什么关系，遇到任何事情都要说清楚。会产生误会，那都是没有沟通导致。”宁云初又说：“我觉得李诺对天磊应该也有几分喜欢的吧。等会儿我就跟小飞说一声，让他帮我打听一下李诺的为人。李诺在商事集团上班，他想打听李诺的为人还是很容易的。战一晨握着他的手，我们相信天磊就行。他是相信小舅子的眼光。过2天你陪我去看看我妈吧。”宁云初忽然说道，让他看看我现在过得有多幸福。继父和亲妈入狱后，宁云初最初还会去看看他们，不是他有多想念他们，而是将宁家的近况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宁家已经回到他的手里，存心气死他们。到了现在，宁太太对宁云初这个亲生女儿都没有半点的愧疚，每次宁云出去看她都用着憎恨的眼神看着宁云初，也不怎么和宁云初说话，母女俩往往是相对无言。宁太太是很后悔的，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掐死大女儿，没想到大女儿眼瞎了都还能翻身，她夫妻俩都栽在大女儿手里。是丈夫心软了点儿，觉得云初是弟弟唯一的血脉了，他霸占了弟弟的家产，弟弟的老婆，若是虐杀了弟弟唯一的血脉，多少有点愧疚。他是觉得宁云初是个女孩子，后面又忙了，成不了气候，养着宁云初做样子给外人看，证明一下他娶弟媳为妻，问心无愧的。弟弟的死是意外，他只是心疼弟媳独自带娃辛苦，所以照顾弟媳，抚养弟弟唯一的血脉。虽然宁总那样做也阻挡不了别人的议论，他其实不在意，胜者为王，兄弟之争他赢了，他就是王，他说了算，他做什么别人再看不惯也拿他没办法，毕竟这是宁家的家务事。豪门大族里哪家里没有一点争斗，像战家和军家这样和睦的大家族是很少见的。宁太太是做梦都想不到长女会有翻身的一天，她总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。长女在家里是个透明人，她虐待长女，宝贝女儿也经常欺负长女，她甚至想着给长女安排一个老头子嫁了，拿一笔彩礼。做梦都想不到夫妻俩做的那些事，居然被长女收集到证据，还能攀上第一豪门战家，勾得战家二少爷对宁云初死心塌地的。怎么想到去看他了？战一晨对丈母娘也没有好感，丈母娘落入法网也有她的帮忙，他们虐待云初那么多年，要不是杀人犯法，她都想将那对夫妻俩碎尸万段。丈母娘当初不想嫁给云初的亲爸，怎么不反抗到底？她是被她父母逼着嫁的，又不是她丈夫逼她嫁的，她干嘛迁怒到丈夫的身上？他们那么相爱，大可以私奔跑了，或者反抗到底，就不信没有结果。可是他们没有反抗到底，为了各自的利益妥协了，妥协后却将恨意全都加注到宁云初父女身上。父女俩何其无辜呀！宁云初的亲爸也是奉父母之命与宁太太联姻的，错不在他身上，他因此丢了命。唯一的女儿还遭到亲大哥以及妻子的虐待，差点就死了。了解宁家的过去史，战一晨对丈母娘始终都敬不起来。好在他们都落网了，云初替他爸报了仇，替他自己讨还了公道，也治好了眼睛，如今过得很幸福。天磊有喜欢的人了，去跟他说一声了，也让他看看我嫁给你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当初他害我，想让我一辈子都不能生育，如今我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，
这些跟他说又能让他气上一段时间，告诉他他最宝贝的女儿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他痛苦，他恨得咬牙切齿，又拿我没有办法的样子，我才觉得大快人心。宁云初对亲妈的恨这辈子都化解不了，他也永远无法原谅亲妈带给他的伤害。几年没有去看过他了，也想知道他老了多少。宁云初淡淡的笑，他没有进去时，最是注重容颜的，在里面不能化妆，没有护肤品，以他的年纪，怕是头上添满了白发，脸上有皱纹了。战逸晨说道：好，那我安排一下，陪你去一趟。你想什么时候去？周五吧，周五我下午有空，咱们去一趟。傍晚天磊过来吃饭，我会和天磊说一说他的近况。宁天磊还没有毕业时，就是寒暑假回来了，才会去探监。毕业后，他忙着打理他的生意，一般也就是几个月去探望一次。不过最近他比往时更忙，大概有半年没有去探望过父母了吧。每次去探监，不管是父母还是宁天磊，都会心情不好。做父母的会提醒儿子不要和大姐亲近，最好就断绝姐弟关系，要求儿子和小女儿联手对付长女。而宁天磊是从小就敬着长姐的，他的三观也告诉他父母是错的那一方。到现在父母依旧那样子，对长姐的态度不变，没有半点愧疚，这让宁天磊很失望。故而每次探监回来，宁天磊都会心情不好。那对夫妻俩因为儿子不听他们的话，也气得不行。最听他们话的是小女儿，但小女儿被他们宠坏了，没有本事斗不过宁云初的。天磊有时间会去看望他们，怎么说都是他的亲生父母。宁总夫妻俩对唯一的儿子那是掏心掏肺，平时说最疼爱的是宁思琪，真正涉及到家产时，他们一致偏向儿子。宁思琪不就怨恨父母虚情假意，说什么最爱他，结果家产都给了弟弟。宁云初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：她也是我的亲妈，我跟她还挺像的呢，可是她眼里从来没有我这个亲生女儿。我对她的那点母女情也在她虐待我时一点点消失。小时候的她是很渴望母爱的，但母亲不喜欢她，一点都不疼她，还虐待她。以前是有保姆护着她，后来保姆都被母亲辞退了，她就再也没有人护着。直到弟弟会走路会说话了，弟弟开始护她，她才没有被虐待致死。小时候她总是在找原因，为什么妈妈不喜欢她？是她不听话吗？她很听话呀，对妈妈那也是极力讨好。可是不管她做什么，做得再好，妈妈都不喜欢她，只会打她骂她，恨不得掐死她。妈妈无数次掐上她的脖子，无数次想掐死她的。多亏有人在旁阻止了母亲的行为，她能活下来真心不容易啊。再大一点，她被虐麻木了，对母爱也不再奢望，也听到了不少的闲言碎语，明白了母亲不爱她的原因。她猜测亲爸的死是大伯和母亲的手笔，她想搜集他们害死父亲的证据，代价是双目失明。要不是小姑姑来得及时，她那回就交代了，生命就会定格在16岁。如今她也为人母了，她是儿子如命，越发不能理解母亲对她的恨意。若说母亲是被她亲爸强娶为妻的，她还能理解母亲对她的恨，但不是呀。人到中年了，宁云初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母亲不爱她就是不爱她的事实，也明白了大伯和母亲迁怒于他，那是他们无法面对自己当年的懦弱，才会将过错推到他父女身上。老婆，不要去想他了，他不配当你的妈，哪怕他给了你生命。战逸晨心疼地揽住他的肩膀，咱们往前看，我爸妈可疼你了，疼你这个儿媳妇比我这个亲儿子都多呢。你有爸妈疼的，就是我爸妈。是呀，她在婆家被当成公主宠着，丈夫宠她如命，公婆待她如同亲生女儿。以前还是瞎子时，她亲姑姑跑去婆婆地里说她的坏话，
被婆婆轰出来了，婆婆一点都不嫌弃她是个瞎子，反而很心疼她，是真的心疼。待她的好比亲妈还要亲妈。她在宁家成长受到的伤害，那种痛，在婆家生活了几年，被爱包围了几年，慢慢消减，再回首往事，那种锥心的痛淡了很多。我不想他了，不会再去问为什么他不爱我，他不爱我就是不爱我，我接受，不去纠结了，也是跟自己和解。他人生前26年是过得很惨，从遇到战役尘后，他的人生皆是幸福美满，老天爷还是心疼他的，给了他后半生的圆满。这边的宁云初忆起往事，那边的宁天磊在结束与姐姐的通话后，就打电话给李诺。在李诺接听电话时，他歉意的道：李诺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带你去悠悠山庄参观了。悠悠山庄是战家的老宅，不是景区，不对外开放的，就是他们的亲朋戚友要过去，都需要提前打电话报备，征得同意了才会过去。李诺有点失落，他是听说悠悠山庄比管城所有景点都要漂亮，才想去参观参观。知道宁天磊的大姐是战家的二少奶奶，他以为以他和宁天磊多年的朋友情，第一次向宁天磊提出要求，宁天磊能满足他的。没想到宁家大小姐居然会拒绝弟弟带人参观她的婆家。宁家大小姐果然不好惹，怪不得能在还是个盲人时，都能培养自己的人安插进宁家的公司，助着他翻身夺权，再到掌控宁家。若没有点手段，根本无法翻身。没事，也是我的要求过分了。李诺失落是有点失落，却也理解。换成他是战家二少奶奶，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、不了解的人，说想来参观他的家，他也会拒绝的。李诺，你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，补偿你。宁天磊觉得李诺第一次向他提要求，他未能满足他，有愧，便想请李诺吃饭，也想试探一下李诺对他是否有意思。天磊，这本是我的过分要求，你不必觉得愧疚的，不用补偿我。不过，你请我吃饭，我还是很乐意去的。傍晚你过来接我，还是我打车过去？李诺没有买车，他平时出门上班都是坐地铁，坐地铁方便，而且不用堵车。管城是大城市，每天到上下班高峰期，那叫做一个堵呀。而李诺租住的公寓离地铁口很近，所以他便坐地铁上班，快捷又方便。我过去接你，不过下班高峰期可能我会迟到。李诺笑道：要不你坐地铁过来接我，然后我们一起坐地铁出门。行，那我下班了就坐地铁过去接你。我是好久没有坐过地铁了，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挤地铁，挺怀念那段日子的。那傍晚见。好。两人结束了通话。李诺在结束通话后，便给好闺蜜兼老同学发信息。她的信息内容是：我按你说的向宁天磊提了要求，想去参观他姐姐婆家的老宅。宁天磊问过他大姐，被拒绝了。老童，你说这能不能说明宁天磊对我不仅仅是有情的吧？原来李诺也在试探宁天磊对他是否有爱。他是喜欢宁天磊的，喜欢了很多年。还在学校里，宁天磊除了学习就是打工，每天都很忙。他压抑着感情，与他成为朋友，以为他家里条件不好，谁知道毕业后才知道他是豪门少爷，知道他父母都犯了罪，被判重刑，可能这辈子都不能出来了。李诺也没有嫌弃过宁天磊，奈何他脸皮薄，不敢表白，更怕自己是自作多情，表白被拒的话，他会觉得好尴尬，也担心被拒绝后两个人连朋友都做不成，他更会因为情伤辞职离开管城。说实话的，他努力了多年，才小有成绩，月收入5位数了。在同学当中，他属于成功者之一。他舍不得工作，也喜欢管城这座城市。顾虑太多，让李诺暗恋宁天磊多年，都没有更进一步。
知道她心思的好闺蜜兼她和宁天磊的同学，就给她支了招儿，让她试探一下她在宁天磊心里的重量。